大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。谎报身高这件事儿在娱乐圈完全就是个公开的秘密。然而除了谎报身高，很多明星的脸还极具迷惑性，比如沈腾，在镜头里看的话，感觉也就是175左右的样子，但实际上他可是有着180的高个子。罗云熙则恰恰相反，单看很显高，一合影就露馅了，甚至被同行女星吊打。想知道男明星们的真实身高究竟有多迷惑吗？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。军艺校草杨洋属于单看个儿高，合照被碾压这一挂的。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他，颇具军人气质，身姿挺拔，头小肩宽的他很是显高，可一拍全身照就露馅。在某次红毯上，穿着不合适西装的他，看起来像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，不光造型拉垮，还把他的大长腿伪装成了55分。到了合照环节就更虐了，和刘亦菲的合照里，两人的身高相差无几，甚至传出杨洋在拍戏过程中为了拉开身高差，踩在箱子上，和女演员搭戏穿高跟鞋等消息。和女星合照没优势，和男星的合照就更惨。在某次活动上，180的杨洋看着和173的成龙差不多高，这样一来，质疑他身高的声音就更多了。看来以后选择造型和拍照角度都要多费点心了呀。罗云熙的身高也极具迷惑性，单看这张脸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他身高优越。确实，无论是古装造型还是现代造型，他都能很好的驾驭。古装的他仙气飘飘，完美诠释什么叫做温润如玉；现代中的他演起霸总也毫不违和，气场很强大。再看看全身照，精修图还不错，然而一放出真实路透照就瞬间幻灭，霸总气质跑得无影无踪。再看一下合照，不得不说被虐得很惨。在和马可、徐海乔、徐正熙的中秋晚会彩排上，罗云熙比其他3人看着矮了一大截，整个人看起来很单薄，视觉差异特别明显。而这并不是个例，在和宋茜、徐开骋等人的合照里，罗云熙又被徐开骋吊打了。徐开骋高出1截不说，体量看着也比罗云熙更壮硕，纤细的罗云熙在合照里完全不及他单人照时的气场。其实罗云熙的官方身高是177厘米，这在男生里面算是比较中等的身高了，不高也不矮。但由于他骨架偏小，再加上身材比较瘦，一到合照就很吃亏。黄晓明看脸其实感觉还是挺高的，而且早期他也一直宣传自己180，到后来大家发现他根本没有这么高，现身活动现场完全没有身高优势，和近身高172.5的关晓彤同框，只比他高了一点点。所以黄教主的真实身高是酷 boy 王嘉尔，是典型的高个脸，眉目深邃，轮廓鲜明，长着一张身高180的脸，潮范儿十足的他在穿搭上颇为用心，凹造型也成熟老练，一双大长腿快要支出照片外，奈何一合照瞬间滤镜被打破。在和王凯、井柏然的合照里，比俩人矮一大截的他更像个穿大人衣服的小孩子，王凯跟着调侃3个人合照成了一个凹字，对比不要太惨烈。在一张机场抓拍照里，走在身量较高、体格较壮的保镖中间的王嘉尔再次败北，再加上拍摄视角较高，直接将王嘉尔拍成了150厘米的小矮子，更加坐实了王嘉尔个矮的传闻。其实娱乐圈不高的男星也不少，但王嘉尔却习惯自黑，吐槽自己矮，所以才会矮得这么出名。相较于一些硬要显示自己个高的男星，这种态度还是很可爱的。在王力宏事件中被躺枪的李治廷也是看脸180，实际可能更矮的男星。曾经范冰冰和他一起上节目，为照顾李治廷的身高，范爷脱鞋光脚走路。可就算这样，两人的身高差距也不大。除了个子不高，李治廷的身材比例也比较虐，他的上身比较长，腿比较短，身材就容易看起来55分。和男星比较，胜算更是不大，就连成龙和他同框，两人的身高都相差无几。此外，李治廷的发型、鞋子都有小心机，他也很少换发型，蓬松的头发无形中为他增高不少，寸头什么的更是几乎没有尝试过。除了这些看脸1.9米，实际1.7米的例子，还有许多明星看脸1.6米，实际1.8米。从家有好男儿出道的马天宇，平常给人感觉就是很温柔的模样，按道理来说，他的身高也算是比较秀气的那种，不说180什么的，至少172是有的。但人家的真实身高足足180，因为他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是少年感很强的类型，身材瘦削，这么多年看起来都是小男孩的感觉。可是当年参加家有好男儿时期，他就有178厘米，和身高180的吴建飞站在一起，身高差距并不大。那时候20岁，后面再长高个2厘米应该也很正常。
再看看马天宇和行走中的赤子关晓彤的多次同框，180绝对有了。黄子韬也是一个隐形高个，以前一直觉得他和小鹿、张艺兴身高差不多，却不想竟然鹤立鸡群啊！在韩国时期真的太过秀气，看起来完全不是高个大骨架的样子。回国后造型没有那么精致，可是过分瘦削加上孩子一样的性格，让人联想不到他是个威武雄壮的男子汉。但他在真正男子汉综艺里赤脚测量过身高，净身高180.5，基本无水分了。再看看他和女生的合照，这个身形单看确实瘦削，但是和女生一对比，身高骗不了人。和吴倩搭戏也是把吴倩衬托得更加娇小，让原本和罗云熙拍戏被对比的5大3粗的吴倩证明了。凭借刺杀小说家出圈的雷佳音，大家对于她的印象肯定是很憨厚的那种艺人类型，个头也处于一般水平。但是事实上，雷佳音的身高是184，光是看她站起来的身高就已经很挺拔了，和其他艺人同框，身高的优势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刘昊然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，他的气质以及身上的那种气息属于阳光类型的，很少年。少年的身高可能也没有那么高，事实上昊然弟弟的身高早就185了。陈飞宇看他的脸是不是觉得很幼很显小？事实上他也很年轻，但是他的身高绝对不是开玩笑的，他的身高187都快190了。据说当时在拍《好医情》的时候，刘云熙为了配合他的身高还穿了增高的鞋子。王俊凯作为粉丝们从小看到大的一个男孩子，可能粉丝们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小的时候，但人家确确实实已经180了。关键是人家还年轻，是99年的，还会再长的。还有毛不易，他应该是最具有欺骗性的一个男艺人了，很多人看着他脸都觉得可能只有175左右，可事实上呢，毛不易虽然脸看上去感觉很小的样子，但是他的身高是180，没错，也是180。怎么样，看脸是不是真没看出来？相较于前面这些看脸有欺骗性的男星，甄子丹身量不高，算是众所周知的。官方身高175的他，更是一看就是注水过的。在和徐帆同台活动中矮了一大截，随随便便就被碾压，几乎没有胜利的时刻。身高不高，身材5分，仪态很一般的甄子丹，可以说全方位被虐。在这场关于身高的较量中，输得太惨了。不过，身为武打巨星的他，并不需要身高给他带来什么额外的优势。他本人也十分坦然，经常和身高比他高一截的老婆出席活动，两人一脸恩爱，羡煞旁人。张卫健的个子也不高，但是光看脸还行，气势还是很足的。然而一到全身照就露馅，官方身高170厘米的他，可能真实身高就1.6米几，在和群演一起的场景中，比周围人都矮上一截，不仅被群演吊打，在和同样是光头的乐嘉合照中也被虐得很惨。平时看着并不高的乐嘉都比他高出一截。在综艺《追光吧》里，首次公演以致敬体育精神为主题，请来了女排奥运冠军惠若琪。当惠若琪和张卫健同框，在巨大的身高差下，张卫健被衬托得特别小一只，整个人看着都迷你了不少。不过他从来都是靠精湛的演技和超高的颜值出圈，虽然身高确实是硬伤，但一点都不影响他的魅力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郭富城的身上，虽然个子不够高，但是人家郭天王气场还是很强大的，在韩战里照样霸气侧漏，气场2.8米的他直接让人忽视身高。当然不可避免的是，在合照中还是难免显得有些小鸟依人。和身高182厘米的周润发站在一起，整个人看起来都乖巧了不少。在一众明星的合照中，堪称身高洼地，甚至被大家印象中看起来并不高的赵丽颖秒杀，输得十分惨烈。撇开身高，郭天王的颜值绝对是顶配，还是不折不扣的全能选手，唱跳演戏在行。首张专辑《对你爱不完》一发行就销售火爆。除了身高没有1.8米，郭天王应该挑不出其他毛病了吧？说到矮个子男星，一定不能漏了吴奇隆。谁能想到看脸硬汉风的他，比娃娃脸的苏有朋还矮一点呢？只能说他的脸太具有欺骗性了。和老婆刘诗诗同框，两人都穿着平底鞋，身高上的差距也比较小，最多在5厘米左右。由此可见，四爷的身高就在170左右浮动。在和女星倪妮的合照中，也能比较清楚地看出身高差。可以说，只要女星穿了高跟鞋，吴奇隆的胜算就不大了。和南京同框同样输得很惨，和印象里个子也不算多高的乔振宇等人同框，吴奇隆也很明显的矮上一截，可以说一合照就霸气漏了。但我们四爷就是靠实力吃饭，身高什么的完全挡不了他发光。盘点了这么多一合照就露馅的男星，虽然在身高上他们不尽人意，
却凭实力做个韩表。对他们而言，身高只是点睛之笔，不是决定星途的关键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 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